放弃了朝九晚五的稳定生活。我曾为了热爱选择创业，最终却以失败收场。我一度陷入深深的迷茫，难道人生就只能这样了吗？我的事业还能往哪儿走？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nthia。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我出生在一个特别传统的中国家庭，我的父母也许跟很多人一样，希望子女可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然后可以在一个稳定的城市安安稳稳，没有太多变化，平安地过着一辈子。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也对这种愿望坚信不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追求。然而到了2018年，我被诊断出来了有抑郁症。我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去培养了一个新的爱好。从此我开始接触到了滑雪。学了滑雪之后，我的状态就一下好了不少，因为这是我前所未有的快乐。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全职工作特别的不自由，它限制了我的滑雪，因为一年到头也没有太多的假期。我在这个时候第一次的意识到，原来当年父母一直灌输给我的这个思想，去走一条稳定的人生路，是可以被另一件事情去动摇的。起码在我这里，它因为滑雪动摇了。那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滑雪，一点都不觉得累。当时我还住在多伦多，从我住的地方开到滑雪场，单程要1个多小时。我就这样不辞辛劳，一个人开车来回接近3个小时，我也无怨无悔。那种热爱是我现在觉得还是很不可思议的。那时的我觉得，如果我一辈子都能滑雪就好了，不干别的事情。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而我就默默地立下了一个愿望，就是把我的爱好和我的事业相结合，这样就不用担心我因为工作而滑不了雪了。那当时想的，能把滑雪做事业，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去做教练。从此我就踏上了考 Cassie 教练的这条不归路。有关于我考取 Cassie 教练的血泪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之前发的视频。随着我在考级的道路不停的发展，我认识了更多的教练朋友。我们一群小伙伴当时还组建了一个俱乐部，叫前程滑雪队。为此我还特地设计了队服。当时其实也没想这么多，就是觉得好玩，就是突然在滑雪群里有朋友提起，我们可以设计一套队服，然后我们一群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出现在山上一起滑，就觉得特别的酷。然后我就这么做了。没想到就是这个队服的效应，也许也是因为我当时挑的颜色很扎眼，是一个艳粉色，就有很多的多伦多学友开始关注到前程这个组织。然后很多人也开始问，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也有很多人就会想要，我可不可以也要一件这个衣服？当时的我其实也没有想过要把这个做成一份事业，只是因为当时我们自己圈子里的人觉得好玩，然后设计了这么一套衣服。它更像是一个队伍，它不是一个商品，所以当时我也有一点做得很不好。我会觉得能穿我们前程队服的人一定要通过某一些要求，就会做了一个筛选的。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完完全全的虚荣心，会觉得我穿了这件衣服就显得我特别厉害。其实根本没有人在意。就这样到了2022年，当时我的一个朋友主动联系上了我，他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一起合伙去做前程这个事业，我们可以卖衣服，卖一些周边什么的。当时我也是因为这个朋友这么跟我说，给了我一个可能性，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我终于可以把我的兴趣和我的事业去做一个发展了。当时我再三衡量之后，我决定放弃我现在的全职工作。即使这份工作在家长和社会眼里都是一份非常体面稳定的工作，我辞职的时候，我的同事和我的老板都不太希望我离开。在我当时的认知来说，作为一个打工人，我能做到这个程度，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然后又有这样一个契机，可以给我一个可能性去达成我的爱好和事业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发展，我就决定辞职，去专心做我的滑雪事业。然而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我10几年来一直都是一个打工族，我没有一个创业者思维，也没有衡量过自己能不能做这个事情，只是我想做，然后就去做了。创业其实遇到的压力和处理的事情是跟我在公司打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以前会觉得这份工作老板交代我什么我就做什么就可以了，但是当你自己是老板的时候，然而当你自己做老板的时候，其实公司大小事你都要去提前计划，去提前联系，然后自己亲力亲为的做。我当时还有另一个难点，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创业，我是和我的合伙人一起在做这个事情。2个人其实对公司的发展、对公司的期望以及想从这个事业得到什么，这些都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分歧。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当时做的东西跟我想要做的其实还挺不一样的。然后我也跟我当时的合伙人说，我想终止合作了。终止合作之后，我就想着，既然2个人没有办法一起创业，如果是我一个人，所有东西都我可以拿主意的话，要么我去尝试一下，去继续把这个事情看看能不能做起来。然后当时我跟我老公也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推出了滑雪手套这样一个产品到市场。其实前程手套在第1年的成绩是做得特别的好的，我们当时基本可以覆盖到很多的华人的市场，也有很多老外也认识到了前程这个品牌。我们也第一次把中文字打到了 Cassie Pro Deal 的页面上，这一度让我觉得非常的骄傲。看到学友们戴着我的手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特别的自豪。不过到了前程手套推出的那一个雪季末的时候，我意识到滑雪产品的生意没有那么简单，我需要在提前1个雪季就把明年的款式都发给各大的 distributors。 当时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么多，我只是想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推出卖就完事儿了。但如果你想做一个品牌的话，它其实是需要做很大量的一个工作。然而当时我得知这一切，其实我是没有预料到的。从联系厂商、打版到设计到运输，小到包装的 size， 大到推出到平台，都要我一步一步去反复的核查、去审核，加上后续去维护、去推广、去做客服。即使我的先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但是这一切其实对我来说都压力很大，我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管理这一切。以前打工的时候是觉得我下班的那一刻我就可以不用再想我工作的事情了，但真正到了自己创业的时候，其实我可以说1天24小时都在想着这个事情。即使在我睡觉的时候，我都是会梦到我工作上的场景。我现在回想一下，其实我就是没有那么热爱去做这个事情吧。因为我在一开始滑雪的时候也是这个状态，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疲劳。到了卖手套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抵触去做这个事情，我不享受做这一切。所以到手套推出之后的那个雪季后，我也没有再继续去做这个事情。刚好那个时候我的先生也在创业，然后他也提出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做。当时我也没想到我可以做什么，那想着如果家庭有需求，那我就跟我先生一起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也算是为家庭可以出一份力。就这样夫妻俩一起创业了1年，公司慢慢走向了正轨，也请了员工去做我们之前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我又变回了那个无所事事的一个状态，不知道自己该干点啥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不要再贸然的去发展一份事业了，即使当时什么也没做，又或者说就是因为突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了，我反而陷入了一种很深的迷茫，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该怎么继续走下去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做了我人生最重大的决定。我决定把灯打开，因为天黑了，我觉得有点暗。当时我做了迄今为止我人生中最大胆的决定，就是闭关修行。
我的闭关修行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找一个山洞，然后在里面躲个几年不出来，不是这样的。在现实的条件中也不允许我这么做。当时的我其实是有意识的将自己和外界去隔绝，我尽最大的可能性让自己独处，只要非必要的情况，我都不想去见任何人。就是因为这封闭式修行的1年时间里，我觉得我学习的比我以往活着30年学习的都要多。下一期我会和大家分享闭关修行的这1年里，我是如何一步一步透过觉察和自我审视，看见过去那些选择背后的原因。这段过程也让我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样的事业才是我真正想走的路。如果你现在也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许我的故事能为你带来一点点方向或启发。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见，拜拜。